哈兰德是的看点根本不是谁能晋级，而是曼城后防到底能不能防住曼城最可怕的9号。平常他们天天一起训练，今天全部站到对面，我甚至怀疑英格兰后卫防着防着，肌肉记忆突然发作，一脚直塞又送到哈兰德脚下。哈兰德愣了1秒，兄弟，今天你穿白衣服不是蓝衣服。瓜迪奥拉看到这一幕，估计比2队主教练还紧张。左边自己家的中锋，右边自己家的后防，谁赢都是曼城的人，谁输回去还得一起上班。另一边，厄德高也没好到哪里去，身为阿森纳队长，一抬头对面站着一堆阿森纳队友，昨天还一起研究怎么踢利物浦，今天开始研究怎么送彼此回家。这哪是世界杯，这根本就是英超大型员工团建。老规矩，体坛硬核拆解每日更新，喜欢这类深度内容的订阅开铃铛。英格兰抽到挪威，替英格兰捏一把冷汗。凯恩侧头望向贝林厄姆，没想到贝林厄姆直接整个人靠近哈兰德怀中。哈兰德攻破球门后，更是主动凑上去亲了贝林厄姆一口。哈兰德离开多特转会曼城，给全队各准备一支刻有专属字样的劳力士绿水鬼作为告别礼。当时身为多特队员的贝林厄姆也收到这份礼物。昔日多特双子星的亲密默契早已不用多言。哈里凯恩，英格兰踢挪威，哈兰德有21个队友，因为他们太了解哈兰德了，知道他喜欢往哪里跑，知道他怎么起跳，知道他第一步有多快，还没有办法，他还是能进。这就像考试提前拿到答案还是不及格。哈兰德最近的状态真的不像正常人。上一场面对巴西，全世界都觉得5星巴西应该稳了，结果呢，哈兰德直接把巴西后防撞成了旅游景点。禁区里一站，加布里埃尔想推不动，想卡不住，想追不上。很多前锋踢球靠技术，哈兰德不一样，他踢球比较像拆迁，球到了，门没了，人也快没了，神也快没了。所以现在英格兰最怕的根本不是挪威控球，而是厄德高抬头那一下。因为厄德高一抬头，哈兰德就开始冲了。这一冲，英格兰后卫脑子里只剩一句话：完了，今天又加班了。有人说挪威现在的战术太简单，其实不是，是太诚实。别人战术版画满箭头，挪威战术版只有一句：找到哈兰德，前面淘汰巴西，让全世界重新认识了挪威。那这一场就是哈兰德真正的宿命之战，因为站在他对面的不是陌生人，而是一群天天见面的老朋友。很多球迷都在开玩笑，这场比赛最忙的人不是裁判，是赛后交换球衣的人。哈兰德要是真把英格兰淘汰了，下个月回英超，第一天推开更衣室，空气估计直接凝固。哈兰德笑着说：早啊兄弟，昨天那球不好意思。对面估计只能回一句：你最好今天别跟我分一组。最有节目效果的是，如果哈兰德真的进球，到底该怎么庆祝？疯狂怒吼吧，对面全是熟人，完全不庆祝吧？这可是世界杯，所以我猜他大概会先滑跪5公尺，滑到一半突然想起来，对面下个月还要一起踢英超，赶快站起来，拍拍对方肩膀，兄弟，国家队业务别往心里去。而英格兰这边压力其实更大，因为他们知道哈兰德最可怕的1.9米的大个子，起来却像100米选手，好不容易追上了，身体一碰，自己先飞出去。很多后卫防哈兰德90分钟，最大的收获不是零封，是终于知道健身的重要性。有人说这叫中锋，我觉得不像，比较像北欧重型工程车，看见空间直接开过去，看见后卫一起带过去，看见球门顺便把球送进去。最夸张的是，哈兰德踢球几乎不用铺垫，很多前锋先假动作，再变向，再扣球，哈兰德不用，球来了，射，人来了，射人来了，再射，整套流程简单的像说明书，但就是防不住。所以英格兰这场真的不能让厄德高舒服拿球，因为厄德高一舒服，哈兰德就舒服，哈兰德一舒服，英格兰就不舒服了。这也是现在挪威最可怕的地方，一个负责送，一个负责终结。很多人都说这是厄德高喂饼，我倒觉得厄德高不是喂饼，是在喂野兽，而且还是一只饿了28年的野兽。世界杯缺席那么多年，现在好不容易回来，哪有客气的道理？哪有客气的道理？能进一个，绝对不止进一个；能撞一次，绝对还要再撞第2次。所以现在最期待的不是比分，而是英格兰第一个角球防守。当所有人都盯着哈兰德，整个禁区应该会像大型摔跤现场，一个拉球衣，一个卡身位，一个拼命往前挤。最后裁判一吹哨，所有人一起摊手，我没犯规，他自己倒的。这画面光想就有世界杯味了。不过说到底，英格兰最头痛的还不是哈兰德，而是哈兰德背后那股气。这支挪威一路走到8强，只有一路往前冲。很多球队碰到英格兰，
第一件事就是退，把防线缩回去，等对手犯错。挪威不一样，你敢压出来，我就赶你身后；你敢跟我拼速度，我就跟你拼身体。哈兰德踢球最大的特色不是技术，不是速度，只要裁判没吹停，这头北欧怪物就不会停下来。所以现在英格兰后卫每天最大的愿望，可能不是零封哈兰德，而是90分钟踢完，大家都还能完整走回更衣室。更搞笑的是，如果哈兰德真的完成绝杀，下赛季英超第一轮，所有镜头一定会对着他，不是因为他又进球了，而是大家都想看那些被他淘汰的人到底要不要跟他击掌。哈兰德伸出手，又想到世界杯那一球，估计晚上还得做噩梦，回到俱乐部还得一起冲关。昨天互相飞铲，今天互相助攻，昨天还想把你淘汰，今天又开始喊好球。这场英格兰最大的愿望可能不是赢，而是别让哈兰德进球，因为一旦让他进了，全世界的梗图估计当天晚上就做好了。出生在英格兰，淘汰英格兰，回英超继续当队友，回英超继续当队友。今天先送你回家，下个月一起上班。真正站上世界杯，谁都不会留情，因为这不是联赛，输了没有下一轮，没有补救，没有重来，90分钟甚至一个瞬间就能决定整个国家的命运。所以今天哈兰德不用想太多，前面是英格兰，那就冲；前面是世界强队，那就冲。能把挪威再往前带一步，就是历史。今天我们还是一起冲关，这大概就是足球最有趣的地方。上一秒拼到你死我活，下一秒又能一起为同一件球衣而战。曼城斥资6000万欧元签下哈兰德，伊蒂哈德球场迎来了足坛新一代进球机器，他的封神之路自此开启。22到23赛季是属于他的巅峰首秀，全年53场轰入52球，外加9次助攻，助力曼城圆梦3冠王。联赛36球，一举打破尘封29年的英超单赛季进球纪录。英超金靴、欧冠金靴、欧洲金靴尽数收入囊中。效力蓝月的几年间，哈兰德持续改写各项历史标杆。2025年8月，他成为曼城队史最快打进125球的球员，平均每86分钟就能收获1粒进球。时隔1月，他又以49场50球的惊人效率刷新欧冠最快50球纪录，将范尼的旧纪录远远甩在身后，并且连续2个赛季拿下英超金靴，统治力毋庸置疑。7月12日，英格兰对挪威，到底是三狮军团继续冲击世界杯，还是哈兰德带着北欧军团把英超熟人局踢成大型认亲翻车现场？你们更希望看到哪一种剧本？还是继续守护自己选择的国家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，也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